林承佑收红钱被收押了啊，到底有没有钱在哪里？给他谁？啊，昨天说找不到金流，今天又说他的账户有100万异常金流的泰达币，啊，用泰达币啊。那现在因为国安法哦，这个被收押禁见啊。那另外呢，这个到底他有没有收红钱？说他手机的微信有一个工作群组哦。那另外呢，他说他去收买了军人5星旗啊，说要效忠中共，而且呢说刺探新型飞弹参数的机密哦。那另外呢，这个飞弹连的士官被渗透，所以呢泄露了机敏的资料。那有自愿意呢，因为有卡债，所以呢也被变成这个中共吸收的对象啊。那陈其迈说，多数媒体都能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啊。那意思说呢，这个违反的是少数了啊。那罗志祥说，这叫做乌龙办案可能性比较大哦。检方有没有做到独立跟公正的地步呢？否则，第一个媒体记者不应该随便羁押，到底你证据到底够还是不够呢？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这个志豪议员，我们民进党里面也有抓出共谍，我们在府会的高层也有抓住共谍，在这些共谍一开始被约谈、被收押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党内的任何人出来说这是乌龙办案，或者是说这个是未审先判，或者是要为他讲什么话。没有，我们就是希望，那是你如果抓到，那是你的敌人啊，你不要这样讲嘛，是敌人啊。对嘛？那所以说，那现在这个共谍跟罗志祥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难道不是敌人吗？是吧？应该对我们全国的中华民国所有的人来说，共谍应该都是敌人才对啊，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嘛。如果是这样，今天如果有，我们就希望他勿枉勿纵。如果有什么事情，不管是金流，不管是他涉及的层面有多少多广，就一定要抓到底。那如果他是冤枉的，我们也绝对不能说让他就这样子被冤枉。这是很简单的事情，管他是现在是什么行业，不管他现在做记者，还是贩夫走卒，还是企业的老板什么的，基本上你只要对这个国家的忠诚有问题，而且你还有这个对价关系，你还有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军官要泄露军情、泄露情资，那我们当然就是一定要办到底。这个事情我觉得立场应该大家都是一致才对。伟汉。刚刚志豪在讲哈，我就把那4个人名字跟大家报告，因为其实网络上会有人讲说，民进党共谍好像就不用羁押，那这个林姓记者他叫马德嘛，就什么羁押没有？是有一个在立法院曾经当过这个立法院的院长助理或者那个没有羁押，那个是交保。另外黄曲荣、何仁杰、邱世元跟吴尚宇4个人都是羁押了。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因为他是记者，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我今天第一次谈。我自己的节目、我的文章都没有写，因为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到底什么状况，搞不清楚。我们先把观众朋友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哈。先不要管这位林姓记者哈，然后他叫马德，他在网络上看起来很红，我并不认识他，因为我们的级别有差了蛮远的，所以我在跑新闻的时候他还没有出来。那他现在受到很多人的支持跟声援，就是因为大家相信他。那我们先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是如果他是一个记者，他监督政府，但是因为他的言论不为这个现在目前执政的当局所这个喜好，然后去把他抓起来，这绝对我们所有记者，不管你是什么频谱是蓝绿白，都应该要起来谴责，不可以这样子。这叫迫害，这叫强害新闻自由。但现在看起来桥头低点数，是因为说掌握到他有金流。那我们现在讨论说到底有没有是几千块、几万块，不知道，其实基本上就不要讨论过多，因为其实检方并没有对外说嘛。那如果我们今天中华民国，我们把这个马德身份先剔除哦。根据我们的国安法跟反渗透法相关的规定，如果你拿了对岸的钱去进行刺探军情，又或者是刺探元首的一些行程机密，又或者是去从事很多的这些政治活动的时候，有可能违反国安法或者反渗透法。那现在他被羁押，看来检方跟这个院方都认为他已经有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涉嫌，所以羁押他。那有没有可能他最后是自证清白无罪？这个可能性也存在。所以在这种时候，无罪推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不要直接把它当成他是无辜，或认为说他一定是被迫害。我觉得，因为检方也没有把那个相关的细节讲得清楚。如果是拿了对岸的钱，而要我们的军人去做一些背叛中华民国的事情的话，那他确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姚沈，我觉得刚刚志豪讲的那个例子，跟现在发生的是完全不一样。他的单位有共谍进来，他抓到了，当然高兴，你还会替他讲话，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这个案子
因为他的背后的老板是中天，而且是共谍，所以这个是双重敏感。所以一旦发生了以后，这个国民党这边就说，你抹红，你双重标准，你抹红。那另外一边呢，怎么讲？他更好笑了，任何人替他讲话就是岛内协力者。这个更严重了哈。那如果你把两边第一时间点所讲的过度渲染或是过度捍卫的这种话，把它比重，然后互相相等的对应的都把它抵消的话，这个案子刚好就是说，就两边抵消，刚好就是希望真相快一点让人家知道。如果像现在今天进新闻所讲的那些金流啊什么啊都有的话，那真相大白打了点起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现在他收买的底下，有人少到几千块就买了啊，有人就要1万2万上升到20万。其中有一个瓦工也阿公，我们就是担心他学坏，所以才送他去当兵。连自己的阿公都不替他讲好话啊，这个也太阿公等点另何讲。好，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台湾目前如果说要做到根根茎茎、必绝风清，是不容易啊，隔相的这么近，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好像德国最近有一个消息说，宁可向俄国投降，也不愿意上战场。我们现在台湾不要说给他几千块、几万块，我们愿意投降而不愿意上战场多的是啊。所以你要尽量想办法，就是说很小的 case， 你要去习惯，这种匪谍就在你的身边，这个年头就是这样啊。那你国安当局到底要处理这样的状况，要怎么样才能抓大放小，才能处变不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话题。我觉得个人来说，马德这件事情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一个关注，就是因为他在立法院永远是追着民进党的人在跑，然后每个人都跑给他追，因为他就是有一个网络的脸部的部分，他不管是追或者不想回应他问题，或对他比较讲话粗鲁，像是柯建铭或是王一川，他都会把他实况播出来。那实况播出来，在经过剪辑当中呢，就会在一些的蓝营的群众，甚至海外的群众当中，我上次去跟韩国瑜去美国参加这个川普的就职典礼，还有侨胞给我东西之外，另外一份叫我给马德，你就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在蓝营的声量，因为有他一定的一个亮度，所以说才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诡谲。然后呢，重点就是你看他一被抓的时候呢，你看绿营那一片被他追过的、被他毒访过的人，每个人就过度的反映到这个部分，就更如这个大佬所提到的，他是出自于中天背后里面大家又很喜欢做一些的牵连。那至于里面还有包括这次剪掉没有讲什么，他是镜周刊又是一个镜周刊曝露出所有的事情，很多被抓进剪掉的话，都不是镜周刊来，镜周刊也没有特别，镜周刊今天又再一次透过他们的媒体里面来把一些的细节，那他的这个金流到底是如何，看出标题好像很有什么内涵，里面你也不知道，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的投资或等等之类。总而言之，这里面有太多政治的操作在里面，误往误重。如果他真的跟对方有任何的关联，那当然有太多的法条可以把他判他。那问题是这件事情，你就不单纯是一件就是这么样简单的事情，因为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媒体的效应，所以才会造成大家对这件事情这么样的在乎嘛。我是因为情况真的不明了，所以这事情很难评论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算假定就算是记者个人，不管怎样，我也不相信中天会牵到里面，我绝对不相信。就整个台是不可能的。对，你是个人的行为嘛，先不要去扯到人家什么整个媒体啊，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谢谢校长回来。好，新北市TPA 做的民调哈，那如果这3个人你要支持谁担任新北市长，李世川还是强势领先的44%啊，那黄国昌18%，刘海仁7%，这是等于是蓝白之间的互比没有决定有32%，也不少那另外呢，如果有对手，因为对手就是苏巧慧嘛已经确定了，那李世川对苏巧慧是47比32%，多15%。然后黄国昌跟苏巧慧呢是差6%， 39比33，李世川是赢，那苏巧慧是赢黄国昌6%，然后苏巧慧赢刘和然，这是38比29，赢了9%，所以看起来
对比式呢，李世川还是最强的，互比式他也是最强的啊。李世川现在人在这个美国，大概做各种考察哈。那另外呢，百里侯这个国民党说好几个地方到现在没确定，我觉得也不是搞不定了，是事缓则圆了啊。你比如说新北到底是不是李世川那台中因为杨琼英也要跟这个启程兄张启程在争所以呢，但是我认为最后都会解决的，因为这东西没办法，那个民调一比就差很远嘛，只是说总是希望能够先协调协调不行就初选嘛，也就是这样，但是能够协调最好是协调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说新北台中忐忑是难免的啦，心里总觉得赶快解决但是呢，不用过度担心了，我是同意的，我也不担心，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一点都不担心。台中到最后看就是江启臣，新北就是李世川我在这边大胆的讲只是过程希望能够和缓一点嘛，圆缓一种比较好，力量能够集中嘛那郑丽文以前他也是这样想的这么征召李世川的，但现在就党有机制所以他就说就历年以前完成提名，不用初选了所谓不用初选意思就是说先协调，没有民调给他看那民调这样子，你真的要办初选吗？真的要办吗？那另外呢，刘怀然说希望跟李世川见面谈谈也很好见面谈谈也很好那另外呢，这个侯友宜被大家问到了，侯友宜说请大家放心，我会扮演自己好的角色。侯友宜是识大体的人他也知道的那另外呢，这个蓝军协调不成就初选吗？江启臣说我是暂时等中央决定嘛，等党。杨琼说我希望第二次协调，那也协调一次再协调一次就是了嘛，也没什么嘛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要跟自己的支持者交代，知道？他支持者也希望你说来谈一下来交代一下。台中市长是姐弟卡关了，江启臣跟杨琼英僵持不下那蓝营基层炸锅，说不要好好的局赌到输了那我认为只要到最后，像民进党也是对不对？就算初选那么厉害，最后只要一旦人选出来，其他也都支持我觉得大家有这个民主的风度嘛我们看一下。没有所谓的时间表，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这个1月底把这个辉达的签约把它完成。3天前，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回应，依旧是以辉达签约优先，但基层声声唤，而且党内更透露，李四川和苏巧慧民调正在拉近中。根据 TVBS 最新民调，如果国民党和民众党合作，共同推派李四川和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对决，李四川领先苏巧慧15个百分点，47%对上32%，20%民众没有意见。若蓝白合共同推派刘和然或是黄国昌，两人目前支持度都低于苏巧慧。那到底是什么机制？那这个每一个候选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都要见面以后才能开始谈。这个跟李四川副市长见过面或跟党中央？目前还没有。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表示，每一份民调都尊重，每个数字都是提醒，也是鼓励，会持续拼，让新北继续往前。民调整体支持度，李四川胜过苏巧慧，但进一步交叉分析显示，20到29岁年轻族群有41%支持苏巧慧，高于李四川的34%，而且在地区方面，板桥地区苏巧慧支持度最高43%，高于支持李四川的40%。从我们自己掌握的民调，还有各家媒体的民调，都可以看到差距已经在个位数之间。不过各项民调我们都会列作参考，我们会全力冲刺，把长跑当作短跑，每天都努力勤跑基层。蓝白待整合的时间，民进党已经跑在前。来，凤琪。我同意其实我觉得本来在民调上面是极为明显的就是新北市就是李世川，然后呢台中市就是江启臣。那现在呢卡关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不希望在协调的过程当中引发对方支持者的不满，不要造成说对方的支持者最后采取扯后腿的这个动作。那当然一切圆满最好，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当然就时间上面来看的话，理论上
其实只要3月、4月确定人选，大概也都来得及。很少说那种县市长选举一定要在农历年前就一定要确定。但我觉得今年的情况确实是比较特别，因为它会牵涉到蓝白合的气氛，而这个蓝白合关键点不在县市长。我一直认为蓝白合最困难的反而是县市议员的提名。你一旦确定了你的县市长，蓝白合最后大家共推的共主是谁之后，那么那个县市议员的提名就会紧锣密鼓的接下来，而县市议员要协调是变得更困难的。所以我相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么不管是新北市的李四川，或者是台中的江启臣，如果越早定于一尊，当然越好。李四川的情况，我想现在情况很明显。昨天还有朋友在问我这件事情，我就说他现在就在等啊，等1月底的时候，那么黄仁勋就会来台北，然后呢就会跟台北市政府，然后开记者会，然后宣布辉达呢在这个士林设厂这件事情。那他只要完成了这个工作，他就有了一个把辉达的总部设在台北市的政绩，然后紧接着他就可以到新北市去选了。那所以就时间上来讲，我觉得确实其实在农历年前就有可能定于一尊。可是刘荷兰他终究跑了，他其实跑了4年，他也认真很努力，他跑了4年，他也是个能干的人。可是我觉得已经跑了4年，那他也很能干，他也其实很会说话。但问题是，我觉得民意似乎并不买单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要让他有一个下台阶。所以我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处理的方式，因为终究对于刘荷兰来说，对侯友宜来说，他必须要对刘荷兰有交代，这个是关键。好，江启臣的状况，我现在不确定杨琼英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因为他自己如果有做民调，我觉得那个民调差距非常的大。那么，台中市民也觉得说，那么8年前那个时候呢，江启臣只差0.7个百分点， 2通电话，对，然后就让给了卢秀燕，他就只差0.7个，就不再任何的争执了。那江启臣那个家族势力也是非常庞大，在台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反而是卢秀燕要扮演更强而有力的角色，她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协调到就是圆满。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你想要更上一层楼，结果你自己内部的事情都处理不好，那他就会大打折扣。我坦白说，现在新北市的压力在郑丽文身上，但是台中市的压力是在卢秀燕身上，这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能够理解的。主要因为杨琼英做过卢秀燕的副市长，所以都有。像刘荷兰做了侯友宜的副市长，副市长每天呢也要帮你忙啊，什么总是希望这事情能够尽量不要撕破脸，不要冲突。我事缓则圆了，我相信卢秀燕、侯友宜、郑丽文、台中、台北都会解决，我认为都会解决了。来，我看你怎么看？台中的状况是这样哈，因为台中，我给大家看一下台中的地图哦。台中的地图8个选区框起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说为什么江启臣不是民调都那么多地方都是他高吗？来，我先跟观众朋友讲哈，台中的这个市区在这个地方第4，然后第6，好，还有第5这里。那1呢是海边海线，现在是蔡其昌，这是谭雅神，这个是8，这个东势跟丰原这边很大，一直到这个山区去。7是大里太平，2呢就是大乌龙，现在目前严家。那因为杨琼英，观众朋友。杨琼英在1989年第一次25岁踏入政坛，是当第9届的台湾省议员。那个时候，卢秀燕都还没有踏入政坛，卢秀燕是第10届，所以跟卢秀燕很熟。也就是因为这样，他这辈子唯一一次选出就输给洪慈庸。那个时候呢，他也去当了台中市的副市长。好，但是很多人都会讲，像刚刚凤姐也在讲，会期待这个卢秀燕出来瞧一下。他实在没有办法跟杨琼英开口跟他讲说，不然你就不要给启臣。因为他的政治资历还比他多了5年，因为1989到1994。第二个，因为杨琼英一直觉得我跟江启臣谁出来选都能赢何清纯，他真的不急，他觉得3月再决定就好了。那为什么16号的那一次的那个协调会破裂？因为李乾龙副主席就讲说，咱都安尼看起来都安尼啊，都差不多，不然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啊？他说我当然有意见啊，因为方法跟时间你都没讲啊，方法是看民调还是什么？那他就问党中央，问李乾龙副主席说有做民调吗？党中央说没有啊，没有的话嘛，没有就好啦。媒体的民调不算我们党中央的，所以以后如果要做民调，那就定出方法；以后如果要这个决定，那就定出时程。他希望是3月啦。但是江启臣副院长很失望，
他希望2月17农历年的时候就定了以后，他就可以跟韩国瑜去发春联的时候，我就是台中市长参选人啊。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事缓则圆，看来是没有那么简单。好，这是台中，但最后的结果我觉得总不会弄到这个所谓姐弟戏强，不会的。新北市的状况更简单了，因为大家都讲说苏巧慧已经跑了很久了，没有错。而且我觉得苏巧慧也是过去的21年来算是很强的新北市长参选人，他背后还有蔡英文，还有苏彰他爸爸。可是苏巧慧排了这一阵子以后 ，TVB 民调刚刚看到了嘛，他跟李四川，另外那一张他跟李四川还有这个15%的差距。那我就问大家，那现在大家很期待李四川赶快出来的原因是不是说，给的，你都已经决定啊？那李四川现在有跟苏巧慧一样每天在地方跑吗？没有啊，他还是台北市副市长，他还在弄辉达，那他没有在跑，他还赢15%，那你要他赶快去辩证干什么？第二个，因为黄国昌跟刘和然都不能赢苏巧慧，同一份民调只有他能赢。所以基本上根本不会说2月17号之前这事情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动，不会。我觉得应该就是李四川了。只是李四川他曾经上我的这个节目的时候，他有讲过，他说因为他没有江启臣选举没问题，他是立法院副院长嘛。可是李四川他没有真的真枪的，他都帮忙辅选，他很不喜欢到处去拜票，拜托倒啊！如果你觉得我好，我就来当市长；如果你觉得我不好，如果拜托你，那也没有用。所以他有一点这个选而不进的味道。他不想要像传统的到处每天去拜托，那等到他被提名之后，他的状态会不会有点格格不入？这反而是一旦提名就会了。我跟你讲，李四川什么样的人？我认识他很久了，他做过台北市副市长，做过新北市副市长，做过高雄市副市长，做过国民党秘书长，做过行政院秘书长，他行政资历可丰富了。还有国民党秘书长，对啊，他行政资历可丰富了，而且他非常有魄力。对，他当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非常有魄力。那前年我做了一个民调，李素人就强势领先嘛，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哎，素人兄啊，你到底要怎样？你民调这么高啊？”他就说：“我现在是副市长啊，我现在是副市长，我还要管台北市很多的建设嘛。”他说：“没有关系。”他说：“刘和然跟那个洪孟凯那这场选，让他们去跑，跑到最后剩下几个月时间，如果我还是领先，那我就出来嘛。如果他们领先，就他们去嘛。我觉得他态度非常好啊。”就他们现在先去跑，我因为是副市长，我是台北市副市长，我也不能动啊，所以呢，我动台北市议员也会有意见啊，所以让刘和然跟彭孟凯先去跑到结果，如果他们赢了，最后民调他们赢，就他们去选就好了，我不一定要选的。如果最后还是要我，那我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态度也很好啊，他就当时在前年就跟我这样表达了，就是这样，所以现在目前大概还是这样嘛，那很好啊，就是到时候最后剩下看怎样嘛，如果非要他，我相信。选举嘛，总是民主就是要拜票嘛，就要向选民来低头嘛，这也很正常啊，这也没什么的。继续再回来。好，那么柯 P 说你们国民党不要高估你的实力，以为你们大罢免就能够32-0，因为小草担心我。继续坐牢啊，所以才来投票支持你国民党啊，才能够32-0啊。蒋万安什么营养午餐都骗选票了，喝什么鲜奶？所以国民党的议员杨子斗就说，希望不要变成蓝白破局，因为蓝白合作还是蛮重要的啊。那就是小事就不要计较了，大局还是要顾了哈。很多枝枝节节的事就没关系了哈。所以营养午餐到底是不是骗选票？那蒋万安就是柯文哲有对各种事情都各种不同意见。我觉得蒋万安回得不错，他是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啊，对不对？前任市长有不同意见有什么呢？那另外呢，白营的议员陈佑成就说呢，也不要见缝插针啊，不要来记棋啊。那另外呢，镜周刊是说柯文哲出来是不是让蓝绿都搞混乱了啊？而且呢，满血复活，两手策略，一下跟绿营好，一下跟蓝营好。对黄国昌小蓝路线踩刹车，因为黄国昌好像跟国民党合作比较多了哈。那另外呢，现在确定黄珊珊有6个民主党立委请辞了，但一个是还不到任期嘛，一个就是为了刘淑彬对，为了那个什么那个人工代孕了哈。韩国瑜说呢，就算离开，但是情谊还是长长久久的本来就是这样就离开了，但是还是有感情嘛哈。那今天因为我新书发表。那柯建铭也来了然后呢，这个副院长、院长江启臣、韩国瑜关中前考试院长，他主要是当过主工会主委、主工会主任，这个生产部主委，傅昆萁、黄国昌都来了哈。所以呢，这个大家就讲说，
当年喝大和解咖啡跟市民的就在群贤楼2楼咖啡厅，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咖啡厅啊，在那边喝大和解咖啡嘛。所以呢，这柯建铭自己讲说，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续杯啊，大家给他鼓掌啊。那我说，如果很好啊，如果大家愿意再喝酒咖啡，政党本来就是大家各让一步嘛。现在搞得这样对立，没有什么道理。以前就算政党，我跟陈水扁跟谢长廷，就算在一场对立，私下大家还是有交情的，也不是仇人，何必政治是一时的，交情朋友是永远的啊。那赖清德说明天后天不出席弹劾的听证会。所以32个朝野立委要独自撑场，就自己要问了，就没有人可以问了嘛。我们看一下，意思是说国民党不要太高估他的实力了。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谈到罢免，话锋一转，开劝国民党，尤其又呛蒋万营养午餐免费是骗选票，柯氏风格引起国民党不满。我们跟黄国昌主席之间的互动，我觉得都非常，第一个很顺畅，第二个很顺利，所以他跟过去柯主席所说的那种买票式的政策，它的本身的社会意涵是不太一样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社会意涵不同，更意有所指的表示跟现任的黄国昌沟通顺畅。柯文哲论点，青蓝粉专也质疑你真的有心要蓝白合下架民进党吗？并喊话要开战，说实话也没人怕你。国民党明白，就怕原本的盟友因为柯文哲发言变了调。怎么看？柯文哲将来会怎样？会不会变数？我觉得今年要参加选举的人的讲的话都要打折扣因为都是为自己着想。比如说，民众党的候选人不敢讲柯文哲的坏话那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陈水扁跟柯文哲两个人，我一直在讲，我不怕得罪人。陈水扁是台湾第一大妖孽那柯文哲是小妖孽。你两个人相比较的话很像。但是柯文哲的功力没有陈水扁厉害，那他们两个人一开口你仔细去听他们话的内容，都有把自己的厉害放在里头。他们都认为我很厉害，我讲这个没有人听懂，哪有只有你们聪明这个政治的语言不需要很大的 IQ 就都听懂了。所以他们两个人一开口讲的话都很令人讨厌。像这一次柯文哲就想说，嘿，你们大罢免。大失败是因为要救我，32-0是为了要救我。这个大部分人听了其实都很讨厌了。但是我问你，国民党的新上任的副主席萧旭晨竟然说他讲得对真的很担心蓝白破局的萧旭晨远大过于其他的副主席或者主席本人吗？我觉得这个都是个人判断的很有问题的。所以这两个妖孽一大一小，除了把他们关到牢里头只要离开监狱都会兴风作浪。我觉得他们当然以他们的立场讲不得不这样，但是我觉得最后他们其实他们的在政坛上的效应已经 it's over, it's past, it's over。好不好？和解咖啡什么意思？我们看看。10个，我是想问一句话：什么时候大和解咖啡系列这比较重要？30年前的大和解咖啡，在30年后的台湾看来，可以带来很多的启示。朝野本来就应该要和解，大家要一起来同心协力，来守护国家才对。3党总召异口同声，和解咖啡2.0。雷志豪。我觉得像柯文哲主席他所讲的这个，就国民党也没什么厉害什么，其实这样子的话是在增加白营这边的谈判的筹码，因为白要在对这个所有的人表示说，你如果不跟我合作的话，你也系列金灿，所以一定爱高合作。所以柯文哲这样讲，比黄国昌这种小蓝的路线，对于白营接下来不论是地方的议员的选举，或者是这些白里侯的这些争执，都会比较有利一点。如果一路都跟着这个国民党走的话，那白营就不用唱了，不需要你了。你那我们干嘛跟你合？那另一方面，我当然相信了，我当然相信了。所以你很怕他？没有，我没有很怕他。我的意思是说，他这样做是合理的。但同时，其实我们刚刚回来看到说，我要为苏巧慧委员说讲2句话了。我还是觉得参考就好了。我们毕竟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完全从来都不会把白营会真的派人选出来选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必然呐。我们基本上就是当做我们要跟李四川对决，那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准备。因为新北市以前台北县，它基本上选民中立选民还是不少的。对。所以尤清也当选过嘛，
苏贞昌也当选过嘛，所以这个东西反正就是看候选人了，还是看候选人。来，今天的那个何解这个大哥的这个新书发表会，我看到好多以前从来很久就是国民党历史级的这个教科书的人物都跑出来了，所以今天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像关中啊，还有好多人，真的。所以今天我觉得不管是柯建铭或是黄国昌啊，我觉得他们都讲的都相当好，他们真的是针对于这个大和解咖啡这件事情啊，我想柯总召因为经历过大罢免，然后经历过这个里面，他目前为止在这个党团当中，当然没有像以前这么样子的光荣全部在他身上，他现在就变得比较务实，所以他务实里面讲出这个大和解咖啡这件事情来说，大家听起来就比较有感。黄国昌也特别提到嘛，这政坛前辈他们也是很期待，但是他们都还是点出来，当初施明德或者是赵少康他们在喝和解咖啡的时候，是真的以台湾未来的一个走向来当做一个最大的一个基石，但是现在如果来喝和解咖啡的话，以赖总统也曾经邀请，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去？因为你就很显然，你去喝了，你即使没有去后坐力里面，他马上一天当中就完全就是翻脸。对于蓝白之间所做出的东西，他马上强力的这样子一条龙式的一个攻击，所以大家认为这样的和解咖啡跟往过去来去看的一样，那个感觉就差距蛮大的。我只能说，柯文哲主席不管如何，我们都还是尊重。然后呢，我只能说，他今天所讲的话，那是本色演出啦，就是回复他过去柯 P 的一个模样。你从一个正向的角度来看，他的韧性很强。过了11个月之后呢，他还可以这么快恢复过去柯 P 的一个本性。我觉得以目前来说，蓝白还是必须要和，所以对很多的状况当中，我们都是以往和谐的方向来做前进。而且柯 P 不错，他才讲说他跟他一起关过的8、9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故事，我也相信每个人都有故事，能关在里面。他说连那个管理员都有故事。对啊。哦，大罢免的时候，管理员每3分钟回来进来就跟他报告一次现在罢免的开票的结果，我觉得他还蛮自得其乐的。来，刚刚我补一句哈，因为柯文哲主席他等于就是最近话比之前哈，就是说这个比较积极，愿意把一些事情讲出来。那我就挑这个事情好了啦，就是营养午餐免费的事情。那当然，在我们台湾内部讨论，有的人觉得说齐头式啊、不排富啊，有的人当然也不觉得赞成。可是，当柯文哲前主席他都讲说这个是骗票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管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好几个议员这2天都有 po 文，他们不是很认同哈，包含秦慧珠啦、游淑慧啦、刚杨直斗。民众党今年也有很多县市长参选人，民众党县长参选人像张启凯都已经公开讲说他要营养午餐啊。那这样就表示，那柯主席都已经讲这是骗票了，难道他还要让民众党的县市长参选人去骗票吗？而且柯主席还是张起来的总干事对，他在嘉义，对，就是说这讲这话的时候，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蓝白确实去年大罢免的时候是扭成一股绳，但是这个政见哈，我不要讲蒋万安，我讲张善政。张善到现在为止，民进党也几乎找不出对手，而且没有人会去讨论桃园，就是因为他现在满意度已经高的破表。张善政2022年的时候，他选举的时候，他说我要让桃园的中小学营养午餐免费。他一上来，2023年就已经执行了。对啊，所以桃园早就已经执行了。那桃园的这个家长，因为双薪家庭现在很多，也都很放心。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蒋万安一做，然后很多县市大家都愿意做，蓝绿白都说要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柯主席突然讲说啊，这是骗票。所以我不会去苛责他的主观的想法，他就认为是骗票，你也不能苛责他嘛。可是既然他都已经说是骗票了，那他的子弟兵们要不要通通包含陈婉慧，包含黄国昌主席也要选新北啊？是不是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都应该持反对的态度？继续骗票，有票最重要。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的选队会拍板了哈，然后提名赖瑞隆、陈亭妃、蔡宇，不就上次这次都经过初选的了哈，那票开出来他们是赢的嘛哈。那另外呢，陈亭妃在台南就到议会拜会邱丽丽，还有呢挺林俊宪的议员，那选举啊，这一定要大家要合作嘛啊，选票集中嘛。那说是不是能够破冰了？那挺林俊宪的议员说呢，我们并没有预设立场，没有说一定要挺俊宪呢。哦，也是表示一个看起来是态度是比较算有善意的哈，但是呢，他们要陈亭妃去签一个什么东西呢？坚决要求跟郭信良的关系做明确的切割。那陈亭妃就不认同，说你就签这个干嘛？对，好歹郭信良原来是台南市的议长啊，虽然也许不同的党派，但是人家是议长啊。那我去台南市帮议员站台啊。
哦，台南那么热哦，台南这么热。郭信良每次都穿西装打领带，非常整，穿得非常的这个 gentleman， 哎，像绅士一样。再热我都已经热到哦，穿西装打领带哦。然后呢，国民党的议员他也都去站，因为议长选举他也需要票嘛，每一个国民党议员他去讲好话，议长都去啊。那现在要陈亭妃跟郭信良切割，所以陈亭妃呢就不认同，所以呢虽然拜会了，他们就故意你要签啊，你签啊，我们就支持你啊。哦，所以说没有他共识哦，这也是故意给他出难题了哈。高雄哦 ，ET Today 的民调，柯志恩赢赖瑞隆6.3个百分点哦。那所以柯志恩很谦虚的说，中间选民是关键哦。ET Today 的民调，卢秀燕曾经跟我讲过，卢秀燕说他在选台中市长的时候，所有民调都说他会输，只有2个民调说他会赢，一个是 ET Today， 另外一个我忘了。结果居然最后刘淑燕赢了，还赢很多哈。刘淑燕一直跟我讲哦，说民调哈，他一说一直在做他是很准的哈。我们看一下。市长恭喜！一见面就是一句市长恭喜。陈亭妃跟台南市议长邱丽丽热情拥抱，要破冰大和解。大阵仗拜会议会，民进党团更是一一握手寒暄。毕竟初选期间28席议员当中有19席都挺林俊宪，其中议长邱丽丽攻击陈亭妃炮火最猛烈，轰他多次叛党又被捕。这选后见面倒是相敬如宾。结果出来的时候，亭妃就已经有把每一位我们民进党籍的议员呢，我有亲自打了电话。已经约好了，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黄伟哲市长。我们陆续后面选战，我们再一起努力，一起打拼。庭前派议员透露，虽然现在还在悲伤5阶段，但很多人当下没接到陈亭妃电话，所以这回直接来见面。双方谈了45分钟出来，要求陈亭妃要签一个民进党胜选的共同声明，但是陈亭妃并没有签字。传出就是对第一点要求要与郭信良的关系做明确的切割有意见。遗憾是说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啦。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联署哈，那让社会大众比较清楚一点。除了他有部分的有口头上的承诺之外哈，那他并没有来联署。那最关键的林俊宪、陈亭妃究竟什么时候要坐下来好好聊聊？对此，林俊宪回应陈亭妃并没有来联系以及规划见面。电话中我说要拜访嘛，他说唔免呐，假动的时阵都会见面啊，所以我们其实已经都碰过面，都没有问题了。谈得这么厉害啊，也不要期待说马上就可以痊愈。破镜难重圆，实在是没有伤口上撒盐就好了。谢龙介逮到机会再查2人一针，毕竟陈亭妃虽启动台南团结之旅，但这非线破冰似乎又是各说各话。我觉得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虽然我觉得台南呢弥补的那个裂痕这件事情呢，其实看起来问题很大，比我想象中的问题大。因为邱丽丽摆明了就是出难题啊，就是设障碍啊。因为以这个陈亭妃跟郭信良过去合作的关系来看的话，你怎么可能让他们切割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条卡很多是相互支持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摆明了就是为了我不挺你这件事情，然后去找借口，这比我想象中的破裂的那个痕迹还要来得大。我以为选完了，表面上至少会有一团和气，那私底下怎么动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即便是如此，我还是认为高雄跟台南这一局当中呢，坦白说，我认为柯志恩的赢面要比谢龙介要来得大。好，那这跟选民结构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呢，这里面也有跟每一个人的特质有很大的关系。谢龙介因为选了很多届，所以他除非在给予很明确的新的一个改头换面的一个样子，然后让年轻人发现到说，哦，原来这位欧基桑很厉害。他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就会让当初没有投票给他的才会愿意投票给他，否则很多投票行为已经固定了。柯志恩就是赢在他更清新的这样子的一个面貌，以及他对于高雄市政的这些所有的想法，其实跟过去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柯志恩还是比谢龙介要赢面大一点点。不过选举嘛，总是没有绝对的，我们就是对。对，那个 ET Today 大概是我2022
2022年选举的时候呢，唯一做过我民调超过他那时候做我34%，就我得到40%，是最接近的。所以你说他准不准？对我来说，那么多的民调当中，他其实算是相当准的啦。不过我觉得这个民调都是要参考。我现在赢赖瑞荣6点多，你放心好了，新潮流在下礼拜可能会出一个赖瑞荣赢我20%的，都不用太惊讶，好不好？只是我觉得他出的民调应该还要受得起检验啦，因为他们目前在民进党初选当中，他们那些民调公司，我们坦白讲，大家在业界里面很多的民调公司，我们真的是也不知道是谁，然后突然间就冒出来。我觉得我们在选举完之后，应该针对这些民调公司所出的之前跟结果，应该做一个比对，大家才知道未来应该是相信谁。不，我只能说，高雄当然有它的版图结构。那目前来说，因为他们才刚刚初选完毕，所以很多的绿营都还没有归队，应该是在归队完之后，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盘在高雄当中，当然是蓝没有办法比上绿，但是呢，我们的中间选民从过去来说的话，高雄还是有一堆中间的选民是，不管是你看政策、看人格、看很多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可以着力的。否则以资源、以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唯有争取中间选民的一个支持，这才是我们未来最大的一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很好险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初选在1月就处理完。那初选之后所有的伤痕，所有的这些大家支持者的 kimoji， 现在做民调，我觉得不准，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人 kimoji 都还没有，主帅可能已经接受了，但是很多支持者还没有接受。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你这样问，当然很多人就不愿意表态啦，等等啊，各种的这个心情上面没有办法抒发，这个时候都会在这个时候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不太准啊。但是我相信，我就会同意啦，就是柯委员确实是一个非常来势汹汹的对手，这是真的啦。我们相信说应该要认真以对。沈委员，我觉得当然距离投票还有1年了，所以柯志恩作为当事人，他很谨慎。那暐瀚也更小心，但是我是比他们2个人乐观，但是不希望因为过度的乐观，反而该来的票就跑掉。我跟你讲柯志恩的强项，你说这个党内凝聚力，柯志恩本来就是高的，91跟97上去了。那个赖荣本来就是不好的78，但是